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勇士，定力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之愿解如来真实，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这样发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学习七句七道文的功德。这个七句七道文的功德呢，通过这次的学习以后呢，我想很多道友应该了解到就是这个内外密的殊胜性和它的这个巨大功德。那么以后呢，也应该就方便的时候大家都念那个七句七道文，尤其是念诵的时候呢，要有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和智慧背信舍，在这个佛学当中呢，就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呢，就是信心为根本。对三宝、对上师、对这个四谛就有信心的人来讲，他这个今生呢，一切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呢，就是可以如愿以偿的，不会有这个困难的。如果根本的这个信心没有的话呢，表面上就是虽然这个人有智慧有辩策有这个能力有技术可是最后就是这些功德都是没办法这个注意一个基础上，所以说这种这个信心呢，就是也可以也培养出来。就有些人是就生来的是从小都是对这个三法呢，就是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就先念分别念很少就这是很多人的福报和可能怎么说就是那个前世的因缘不相同的。有些人呢就虽然有一切智慧，但是呢每天都是这种杂念，就是分别心特别重就认为是这个不对，那个是不合理的。还有凡是在这个眼睛所见的、耳朵所听到的、这个身体所接触的对境呢，就全部都是这个粗糙的就是不美的这种出相这样的这个修行呢对自己相续是无理的。因此应该就是观这个清净心尤其是对这个听起了这样的上师三宝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这个欢喜心和恭敬心这是我们传承上师们一再特别强调的就是重要的一些那个就信念。那么我们现在呢也继续讲就是这个念师的这种这个功德就是昨天前面引用了这个上生密修要闻里面的这个教证就全部还没有讲完。那么今天应该讲那个苦乐凶吉等身世近来世暂时即究竟苦乐亡命者我无欲意处无尽尽了之如是二思维屡屡而祈祷。那么前面我们就是已经讲了，就是这个莲花三大师呢，就是一切的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终极就是本体的。那么我们今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这个感受到快乐也好，痛苦也好，遇到这个吉祥也好，不吉祥也好，那么这些一切的一切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今生来世就生生世世就是生死这个轮回的一些大问题还有这个暂时的究竟这个暂时和究竟，或者说是今世和来世所感受到的，就是一切快乐痛苦全部都是这个要祈求莲花生大师，就是依靠这个你来了知就是一切都是就是我们平时说是一切都是委托你，一切都是这个依靠你就是依靠你。我没有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其他的这个皈依处有些人这个皈依宿命，有些人皈依外道，有些人皈依这个世间的就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一些人，但是我们这个只不过是这些呢是暂时的益处而已。最究竟的呢，就是十方诸佛菩萨这个终极的莲花生大师你一定要心里面就是对这个念师就是有一心一意的特别虔诚的这样的这个信心，就这个很重要的。
啊，就是莲花生大师，你一切都是知道的。我们不是这样的嘛，就是平时都是说莲花生大师这个垂念我啊，就是上师垂念我，念是垂念我，就平时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心行。那么如是这样的女的这个侍卫，女的这个祈祷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这个成就啊，就是上师啊，就成就这个上师。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修行呢，就是确实是这个数量不够，就质量不够，还有我们的这个精进不够。我们念了1万、2万、10万、100万的话呢，好像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多啊。比如说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智悲光尊在以后，念1000万遍念是心咒，但是很多人目瞪口呆，1000万呐，那太可怕了，很多很多。我看到那个康波阿琼的传记里面，他呢那个上师呢就是给他这样说的，说是按照智悲光尊者的这个要求的话呢，就是本来是念1000万遍念华生大师心咒，但是这次呢就是必须要念完3000万遍，就是上师给他规定的3000万遍。然后他第1000万遍念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100遍念100遍的时候呢，又念一个7000文，又念100遍以后呢，就念一个7000文。然后他到了2000万的时候呢，2000万的时候呢，就是他好像就是念了这个1000遍的时候呢，就是再念一遍这个7000文，就是这样来这个完成的。还有中间就是，记得他说一个笑话，算不算笑话？说是就是他在念2000万遍的时候呢，就经常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到上师那里去，然后上师呢，就吃完饭以后啊，就是好像可能奔幻老和尚一样，就是他的那个，他自己的这个住处啊，就是这个佛堂的话呢，就是转绕25圈啊，就转绕25圈，然后他也是跟着这个上师去，跟着上师去的时候，他上师呢。就是穿着一个这个狼皮的这个裙子，就是狼皮的这个裙子，然后那个这个鞋子啊，就是鞋子是可能是那种长筒的那个鞋子，就然后那个上面就可能你们以前知道吧，就是藏地古代的那种鞋子，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鞋带，就是鞋带是经常就是拖着的，然后上师他自己呢，就是说是我的尾巴，就是拖着尾巴。上师有时候方便的时候呢，就是不太方便，那就是然后就是叫那个阿琼康波呢，你开始拉尾巴，就这样说的。有一次呢，上师方便的时候看起来不太方便，就是他不注意的说是要不要我来拉尾巴，他说是我要不要我来这个拉上师的尾巴，然后上师呢就是就是说是。这个不管你是我这样这个称呼，就是所以你也就学坏了。其实上师呢就是不应该这样这个看着的，就是他引用了一个金刚句，就是若这个设法呢就是见我，若这个因神来求我，实人信邪道，就是不见如来像什么对，就是他就引用这个教证呢，就是说是上师呢，就是报身的不能看就是上师一定要看着这个看为这个发身，就是连报身的不能看，摄身的不能看，更何况说是上师看着是有尾巴的一个很难看的，所以我看那个就是以前看过吧，就是传记里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是他当时就是念的那个2000万遍，就是这个后面3000万具体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应该是念了的，因为当时上师要求他就是念完3000万遍，而且修为50万这个驾行啊，背诵大圆满前行啊，就是这些我们知道是这个阿宗康波是这个活生生的布玛玛扎的这个化身呢，就是可以这样说的是他的整个这个白天也好，晚上的一些景象啊，就全部都是这个智慧的这种妙用。但是他在这个别人面前的话呢，的确也是显得特别就普通的一个人的行为来这个引导就是众生啊，引导众生。所以我们后学者呢，有时候看到，有时候就是有很多人的口口声声说我有神通呢，我有什么这个就是更高的这个境界啊，不用修加行啊，不用念咒语啊，就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心里呢就是确实是就是不打这个程序啊，就是因为呢
就我们看到就是无数的这个高僧大德们，不管是这个汉地的禅宗也好，藏地的一些这个密教里面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大成就者，他们的证悟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就是对念咒语也好，对那个很多这个世俗的这种取舍因果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注意就特别注意的。因此呢，就我们很多这个道友就是通过现在也是大家都是比较这个有次第性的这个修学，这也是应该很欢喜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呢应该就是一步一步的，尤其是这个上师相应法呢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大圆满潜心讲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要求就是念1000万遍呢，就是那这个数目是对我们一般的现在的城市里面的人来讲是特别就是大的一个这个数目。但是我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一定要给这个上师信仰。光是口头上说是我上师我跟你相应吗？你觉得相不相应呢？我觉得好像很相应，因为我看到你的是特别的慈悲，好像刚刚看到你的时候呢，就是我就觉得是特别相应。不过这几天我好像信心就退了，就是这样的这种相应呢，就是这是这个个人的一种这个分别念的这个临时的这个交往就是这都是可以的就是互相可能人谁都是互相这个见了以后呢，也许是前世的仇怨，也许是前世的善缘，就是有可能不同的一些感觉就是好感就这时候也会有的。但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呢，就是要这个祈祷就是自己时时刻刻的，就像刚才这个教证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一切都是这个交付于这个莲花生大师和十方诸佛菩萨。那么我精神当中快乐也好，痛苦也好，生病也好，什么都是就是以这个佛陀来这个了知有些人都经常说是这个上师你说什么我就照办，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对这个莲花生大师呢，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长命也好，这个短命也好，一切都是依靠你来这个支配就是一切都是以你来就是安排。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呢，那我这个相续呢肯定会与法相应与呢就是这个生者的这些境界这个相应。所以自己呢就是虽然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就是没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境界，但是呢我想还是多年以来的这种这个求学呢，就是最终就是应该是特别就末法时代的时候，像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那样的一些特别深的法呢，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就是应该有一种这个长期的这种修炼就长期的修炼。这样以后呢你遇到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违缘和阻碍呢，就是不会就是间断你的这种善行。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末法时代1-2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这个好感特别精进就是这个怎么样都就暂时性的这种信心是能发得起来，但是长期的将把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就圆满这个完成的话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各位呢应该就是随时的是祈祷，就是这样的这个身法呢应该就很重要就是那么在这里也讲了，修我成就一切佛，见我现见一切佛，我是三世之终极就是莲花如果我们修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的话，那就是能成就这个一切佛就是其他不用一个一个的佛呢，你单独这个修行就是只要修一个法，那就是成就这个一切的。那么如果你能这个见到了这个年时就是见到年时的话呢，那么一切的这种生尊呢都已经见到的因为这个年时是一切三世的终极。登州法王第一世登州法王12岁还是多少就是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到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见到莲花生大师。从此之后呢，很多这个佛藏也好，就是很多这个境观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现象出来。无垢光尊者应该是28岁的时候是吧？就是传记里面说，就在那个时候呢，也是见到了莲花生大师，就是而且呢，就是获得了这个空性心地的灌顶后来又是莲花生无光尊者云有的莲花生大师插图，就是那个时候呢，得到了这个空性心地的这个教授的传承。后来也前面还是后面就成名为这个无垢光尊者，就真美我日是莲花生大师给他这个取的。然后那个
空性无一心所见，给无光存在，去灭为是金刚庄严吧。所以这些达德们呢，当然是这个跟我们有些这个凡夫人完全要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对弘法利生呢，就是事业特别广大的这些人呢，都有就是不同这个方式的受到了就是莲花生大师为主的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有了这样的这个加持的话呢，那么对众生呢，自然而然的会有利益的。就自然而然会有利益的。如果自相续当中是像枯干的草木一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利益众生啊，就虽然口里面就喊的还是这个甚是理解，结果真的是不一定让这个实现的所以平时自己的这个修正呢作为一些那个向弘法利生的一些人呢来讲呢，就是先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应该要有一定的这个知识或者是境界，这样以后呢，你可以感动别人、打动别人，也可以摄受和加持这个别人就可以摄受和加持这个别人。那么他这里也这样讲的，这个尽行自面前，我无理无合，无理合助就是有这个清净心性的恭敬性的这样的这个心识面前的话呢，莲花生大师就是从来都是没有离开，也没有前往这个落差者。我们谁是祈祷的话，那就是谁是在你面前呢，就像盲人面前有这个眼目者一样的就随时都是为你这个安慰就加持还有那个就是有各方面的这个牵出这个道障就是等等，就是这样来这个摄舍，来之虚空之边际，有情边际亦如是。乃至业余烦恼际，我之事业入世际。虚空没有边际之前呢，就是有情不会有边际的。有情没有边际的话呢，那么这个业和烦恼呢，就是也是没有边际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时空当中的话呢，其实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事业就他这个摄受众生和利益众生的这种这个加持力和他的这个事业呢，就越来越这个迅速。我们前面也不是经常讲的嘛，很多这个诸佛菩萨的一些事业的话呢，他有就是也有这个真法和魔法，就是这样这个世界。而莲花生大师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越来越做事，越来越这个魔法的这个时候呢，他的加持呢，就像我们前面就是比喻的一样就像这个月轮或者是这个日轮一样的就是照耀就是整个众生的这个心田呢，就是它是越来越这个就是明亮就是越来越明亮。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做事的时候呢，就是唯一的这个互助大家共同祈祷时，就是特别有这个必要的。我都经常想，现在很多人呢就有些对这个年史对密宗就是没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信心。那没有大的信心呢，我不敢说100%他们的这个修行不成功，但是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有些人呢，虽然自己的这个智慧能力见解都不是很高的，但是呢，从小都是对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有着不共的这个信心。这种信心呢，就是也是这个来之不易的。但是依靠这种信心呢，就也会自己的这种这个修行呢，就是圆满这个成功的。因此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像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课堂上就经常的是这样，我们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呢，就的确是特别的重要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祈请文就是经常的是这个念诵，就是这个祈句祈请文的话呢，就是谁都会念，就这个不是很困难的只要自己有一个信心的话呢，就是只不过我们可能念的不一定多。你看那个摩诃仁波切的是指这个什么这个卧室就是他念了130万遍就是130万遍的话呢，这个祈句祈祷文还是比较长的。就如果念思心咒130万遍是不是很长的但是古代的这些人呢，的确是有这个信心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的很多人的话呢，就是特别这个散乱所以呢，我们觉得是现在呢，就特别需要这个佛法。如果没有佛法的话呢，好像这个各种这个社会的这个文明来这个冲击我们的这个心始终得不到一种这个自在。
以前这个古人的话呢，即使不是寺院里面，不是寂静地方的话呢，那这个生活呢，就是算是比较这个平静的，人的这种心呢，就是不会那么复杂，不会那么就是这个散乱啊，就应该在这个外境呢，就比较整个这个外境呢，就是比较平静的。就比较平静的，所以是这样的这个外境的这个影响下呢，就是人心也是算是比较这个平静的。而现在呢，就是正因为这个外境呢，就是不平静的这个原因，外面呢就是又就可以说是这个用种种的这种现象就是色声香味呢，就是开始就是刺激我们。那么我们的这个心呢，除了极个别的修行人以外的话呢，真的是很难以这个平静下来。在那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诸佛菩萨的加持和自己的这种稳固的这个心性力的话呢，可能是就是真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善始善终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呢，真的现在就是特别需要，就是这个佛法呢，融入这个心的这种人就不是口头上办个皈依证或者穿个出家衣服剃个光头那这都是不是那么很困难的事情就谁都就是剃光头很容易的，就2-3分钟都可以就是剃。然后现在卖那个出家的这个衣服的话也很容易，就这样有200-300块钱的话，马上变成出家人。很多人我现在变成出家人好看吗？是为了好看而出家，那就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很快的，就是最难的呢。我觉得是在相续当中真的与法相应，就真正升起出离心菩提心还要对这个无常观尤其是大圆满和这个一些密法的，就是特别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境界在相续当中升起来的话呢，这不是1天2天的功夫能做得到的就除了极个别有缘者的话呢，可能就禅宗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性的话呢，马上已经开悟了。我们密宗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但是这样的这个现在都比较这个少了。密宗里面还算是可以的，就现在是这个修学真正的一些这个虚部里面也好，修部当中的教研就是不断的修持的也有，就很多这个寺院的附近呢，就是有闭关实修的就有很多这个在这个藏地是比较多的。禅宗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但有些呢，就是现在禅就是这个。就有些禅宗的话呢，越来越就把它弄成这个世俗化了，就是这样的话呢，跟这个古代的真正的禅宗明心见性的这个思想呢，还是有点这个背道而驰之感就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光盘，就是外面说是这个中国深深之禅，就是然后就是外面现的一个这个和尚，我想我这个和尚讲的可能很好，我一定要好好的安住在禅文化当中。结果我就放在电脑里面一看，就是一讲到是怎么样这个卖茶叶就是这个。后来我想是算了，我还是这个不卖茶叶也是普洱茶比较多的了，就算了，没有看。有时候我们那个这个现在这个禅当然是也可以这样通过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就是可以了解，但是最关键的它的背后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禅的话呢，真正这个禅的中心思想是到底是什么样？人是这个心的本性，但是人是心的本性的这个过程也好，教研也好，传承现在是在哪里应该我们希求的最需要的是这个就然后其他的我们就是怎么样这个炒股票怎么样卖东西怎么样这个配那个茶叶就是这些的是就是没有这个佛教的思想也其实实践人也是一个比一个聪明就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茶事，像那个什么这个日本人的这种他的这个一些配合方法，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最根本我们最需要的呢，现在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都不懂这个佛教的真理，就是这个心的本体或者说是我们真正是一些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微妙之法，这些是很多千万的人呢就根本就是不能了解的。所以我们应该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开悟者也好，就即使没有开悟也是对佛教呢有一定的这种深这个境界的人自己已经完全感受到的人呢，就把自己的这个思想呢就是传递给就是世世代代的人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也是这个延续这个佛法的慧命。因此我们有时候就是佛教呢就是太那个世俗化的话呢，就是也意义不是很大。当然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的话呢也随顺众生，但是随顺的时候呢，你不原来法王如意宝讲那个
审理道果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所谓随顺众生呢，并不是说是今天就是有贪心的人呢，就是我要顺随你，就是我也生贪心。今天有看见一个嗔恨心的人呢，我要随顺众生，我要跟着你一起生嗔恨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要随顺众生的时候呢，就是有没有这个意义啊？有意义的话呢，我暂时随顺他，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回头过来，就应该就是把他的这个思想转变过来，这就是具有这个随顺的这个就意义所在啊。那么下面就是也讲了，就是上师密修教啊，就修教标题的这个法里面呢也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国成密宗金刚乘一切广大须教寻属圆满二字量于真尽意修上师。密教当中呢，就是叫这个密乘呢称为这个国金刚乘。那么这个国金刚乘呢，就是有广大的这个虚部和修部的这个教法啊，就是修部和虚部的这些教法。当然这些修法呢，就是如果我们修起来呢，也是会让这个获得成就的。但是更快的、更这个迅速而这个圆满。福德和智慧质量的，还有呢，如果你想很快的时间当中要想通达了这个一切万法的最究竟的精要的这样的人的话呢，那你务必要这个修上师瑜伽啊，上师瑜伽是比什么都快，比什么都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上师瑜伽呢，也指的是这个修莲花生大师啊，莲花生大师作为根本上师的，以这样的这个上师瑜伽呢，就是一定要修。很多人是想依靠密宗来就是成就，但是你前往呢，就不要把这个上师瑜伽放弃，然后在旁边呢，修一个另一种法来就是获得这个成就啊，这是不成功的。你带的这个不管是萨迦派、格鲁派，还是这个尼玛派的大德的话呢，他们当那个先前上师和本尊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上师，就是上师呢，就是作为真佛来这个看待，以这样的这个信心来就是修这个念思瑜伽的话呢，那么就是会这个成就的就会成就的。还有这个甘露圣序当中也是这样说：观修十万本尊圣，不如为观四圣就是四圣生。观我们这个10万个本尊，比如说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当10万个本尊，当然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你真的要这个很快的时间当中要成就的话呢，那么你修上师瑜伽是就远远就是胜过就是这些这个僧祇次第和圆满次第的其他的这个修法就所以这个这样的怎么说就是修行法呢，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尤其是这个修莲师法呢。我觉得对每个人呢就是自相续当中很迅速的这个开悟，或者说是自己的这种这个精神的生活和将来的这个死亡就是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我们知道拉拉钦珠仁波切呢，就是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都讲了，他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他给身边的一个叫侍者，就是叫什么阿索是吧？他给他说了，就是说是我现在呢，就是马上要这个离开这个世间，但是你最好就是让一下，就是莲花生大师来了。然后那个侍者呢，就是也有点害怕，就是到这个旁边就是让他了。然后呢，就是上师就开始以什么做法做事是狮子或是还是什么做事就是以这个就是念思无二无别而这个实现圆寂了所以拉拉钦珠仁波切呢，一般一辈子当中的话呢都是那个修的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和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莲花生大师和文殊菩萨，让他给很多弟子这个传讲教言的时候呢，也是经常用这个念思的窍诀来就是引导这个众生就是引导众生。所以我们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一种怎么说就是认识自性的这样的这个念思于自己的心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这个安住就这也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在密法里面讲这个是不是密法？应该是我
大家还是念金刚快家啊。可能每个人的这种根基都不同，就有些人特别害怕，有些人好像无所谓的。不过也没什么。修行人的话，对这个生死不应该怕，生死怕的话，说明这个修的还没有成功。应该有一个不怕死的精神，看看。如果真的你得了的话呢，你感觉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你的修行的进展，这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办法。下面就讲那个染那朗巴的复藏品呢，里面就是讲那个初识七情法当中这样说的。我即无尽量化身，平以利他三义了。一是化以复藏是，彼则信以复藏法。圣复藏是吧？这个佛藏品当中呢，就是初识七情文。其实那个很多佛藏品里面，就是初识这个仪轨啊，就初识仪轨特别多的。我记得我们那个东望寺的那个佛藏大师德乾郎吧，就是他有很大的遗憾，就是那个每一年的那个5月还是6月，5月还是4月，4月初始的时候呢，就是专门让这个所有的寺院里面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是跳那个金刚舞，然后呢，就是3、4天当中专门这个念诵。这个七经文特别好，就是很深的。其他的很多佛藏品呢，就是佛藏大师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初识七经文，初识七经法就是相当多的。记得以前我们在这个应该70年代吧，就是70年代的时候，当时宗教没有开放，我们隔壁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寺院的韦老师，然后韦老师呢，他家里有那个法本，就是那个佛藏大师的那个初识七经文的法本，那个法本就是很厚的，就是大大的遗憾，就是长长的。然后他们那个家有出家人，所以这个领导呢经常来去视察，就是所以他们特别害怕。然后他们把这个法本呢，就是让我们家里藏着。然后我们家里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出家人，所以就是政府这边的比较放心。我们那个时候的比较小，就是我们每一次那个，因为藏地的话呢，就是每次都是搬家，就冬天要搬家，还有那个夏天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帐篷啊，就是搬来搬去。然后每一次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呢，我跟这个弟弟呢，就是寻找那个洞啊，就是寻找那个洞。因为路上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害怕，可能不会来查吧，就是。然后到了那以后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本呢好好的包好，就是找一个就山洞啊，或者是一些岩洞啊，就是我们到处都去找那个。后来好像在我们家里呢，大概是藏了这个6、7年了吧，就6、7年当中一直是藏在我们家里。后来这个宗教比较开放的时候呢，我们就还给那个老人家自己，就是就后来确实是这个只有一个样本，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因为那个在解放期间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那些法本呢，就全部毁坏，就是那个老喇嘛都是说选择我们所有那么只有这一本，如果这个完了的话呢，那以后万一那个有一个机会啊，就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寺院都是没办法举行这个出世法会。后来宗教这个开放以后的话，的确是他的那一本，但后来就是这个我们当地的寺就是认为是他很了不起，就是其实是我们帮他藏的。我就后来因为那个寺院也好，就是当地的人们呢，就是都觉得是这个法本都是当时没有毁坏，就是很了不起，就是全部都赞叹他。然后我们父母呢，就经常有点，其实是我们辛辛苦苦的这么多年以来，法藏的这种佛藏法，
其实佛藏法呢，就是有一种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意义跟我们一般的这个智者的分别念所写的完全是不相同的。它的语言很简洁，就是然后这个文字很优美，还有呢就是内容这个极为的深层次分明呢，就是具有相当多的这种这个文学上的一些特点。我们那个佛藏法读起来的时候呢，跟这个其他的世间人写的完全不同。平时都有这样说，这个仪轨啊，就是特别好，就像佛藏品一样的，就是我们有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佛藏法呢，就是很多这个佛藏大师啊，就是确实是在这个藏地来讲呢，就是特别多的。因此我们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进化呢，就是在这个佛藏当中啊，就是这个佛藏呢，就是不管是在世界上就是发生了什么战争也好，地水火风也好，甚至其他的一些这个毁灭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因缘就是发生的话呢，那么这个佛藏法呢，就是不容易这个毁坏。不能毁坏的原因呢，就是他呢是当时呢以这个法院里这个色彩啊，交付于各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徒僧啊、弟僧啊，然后呢还给那个开悟的这些弟子们的这个如来藏的智慧当中呢，就是依靠他的不可思议、不可见摧的那种加持力呢，就是进行印彻啊，就进行印彻。所以呢，这些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就是通过这个生死之后，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不断的就是有一些改变，就是所以原来的那种基因呢，就是会有这个会有变化的。但这个佛藏呢，因为它这个隐藏在这个先空无二的这个法界的智慧当中，那么这种智慧呢，就是随时都是通过他的这个开悟的境界来就是实现出来，而且实现的时候也是全部是依靠那个一些这个空性文字和飘式文字。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书里的是有很多的那种这个复杂的这个空性文呐这个空性文的是我们经常也是看过，有时候呢就是就像一个那个怎么说啊，就是就像那个甲骨文一样的，就是那种这个在书皮上写的一样的，就特别小的，就是一两个字。其实这一两个字呢，就是只不过是一种表示的，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带一种这个信号，就是这是一种大概的，就是像密码一样的，并不是有些人说是那怎么一个小小的包切当中就是这么大的这个书函怎么能放得下？或者是一两个空性文字的话，那怎么能就是显现出就是那么大量的这个书函呢？就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表示啊，就这种表示的话呢，完全是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容呢，就这个显现呢，就像是如意宝的有时候那个就是这种复杂的那个仪轨啊，就这些显现来的时候呢，立即啊这个写出来。如果你今天写不出来的话，明天有显现，后天有显现，也是这样的。以前我们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德钦郎吧的话，那就是有很多老喇嘛都是前一段时间是给我讲，就是他以前当过他的侍者的，就是这个弟子啊，就真正他当过的人都是可能现在是没有的侍者的，但是他们说晚上就半夜3更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得了这个信号的话呢，就是马上把侍者们就是叫起来啊，就是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呢，就是越过这个很多山林呢，就一晚上的是要这个甘露，所以他的很多侍者都是今天就是上师会不会今天晚上又是会不会去佛藏去啊？干脆我们这个腰带就不松，就这样睡着啊，就很多人都是有做这个准备啊，就这样的。还有一次的是那个，就是上师呢，就是要求有一个叫什么地藏，我忘了那个名字，他要求他呢，就是马上要去这个佛藏，就赶快给我去。然后他们一晚上的去了，到了第2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去佛藏的地方就是那个山顶上的这个树林里。然后他们就赶路的时候呢，他说今天去佛藏是不是我，就是应该是你。后来他想我怎么去佛藏？我是一般的凡夫人，我怎么这个去佛藏呢？然后到了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就是显现出来了，就想起来了，就是应该在这里有去的。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弟子这个去的有一些这个佛藏啊，就是那种这个经文，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经文，所以。这个佛藏呢，就是确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这个精彩的这个故事就这些故事。还有呢，这个佛藏呢有一种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外道就是各种外道呢，就是不能这个侵害，就没办法就是受这个影响的。然后佛藏的这个特点呢，还有我们这个学术界的很多人的分别念呢，就是也没办法这个毁坏它。它有非常这个深深的这种智慧的这个文字，智慧的这种力量，而且这个佛藏呢，就出来之后
就是对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就是加持特别的这个迅速啊，就像佛陀那个刚刚转法轮的时候，有很多众生就是得过一样的，就是所以每一个佛藏就是大师的话呢，就是他的这种佛藏品呢，就是展示啊，就是对这个很多有缘的这个众生来讲，这个成就的就是相当的这个快啊，相当的快。当然，这个佛藏当中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假佛藏，就莲花生大师的书籍里面呢，也说是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佛藏品，这个出现于世的就是于这个实践当中弘扬佛藏法的同时呢，就像是那个草地里面就是这个出现蘑菇一样的，就是很多假佛藏佛藏寺呢，就是也会这个出现的。但是这个真假啊，就是这个真伪呢，就是观察的方法呢，像门峰仁波切呢，就专门有一个叫那个什么这个观察这个佛藏的那个澄清宝珠吧，就是澄清宝珠，就是专门有一个论章。还有呢，这真单品里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些那个这个观察方法，就是所以说每一个人就是自称为是这个佛藏大师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佛藏，有些自己就是分别呢，就是写，就是然后就写一个衣柜啊，你看我称了佛藏大师，就是也有自古以来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假的佛藏师啊，就假的佛藏师，这些都是不是因为莲花生大师面前呢，就是根本没有给他就是印持啊书籍啊，只不过是他稍微在文字上动一点，然后自己认为是自己是佛藏，有些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里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自己的是没有证悟，自己已经就这种正上慢的啊，已经开悟了，什么都不用修了，就是他真的有些这样认为的。但这个情况呢，就是跟真正的佛藏品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不相同的。所以这个佛藏法门呢，就是对这个着实来讲呢，就是确实是密法的这个精华所在。那么在这里也是这样讲的，我今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凭依靠利益他的这个意了呢，这个也一个时代当中呢，就是化身这个一个佛藏大师。那么这每一个佛藏大师呢，就是他会那个信一些这个佛藏法啊，佛藏法呢，有些是这个开取这个佛藏啊，就开取佛藏的时候，取文字也有，取佛像也有，包切也有，还有这个实践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各种这个法器啊，就是等等，就是各种这个佛藏都只有这个去的，像那个格鲁派、萨迦派，就其实他们的这个教法，这个宗派当中呢，也有就是少量的，但是最主要的是莲花生大师那个所这个隐藏的。原来访问去美国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说美国人说，哎呦，莲花生大师来过美国多好啊，就是我们这里也很想去个佛藏。的确，这个藏地的很多这个岩石啊，就是那些这个湖啊，就是湖里面都是经常那个让这个去到，就是我们以前看过那个上师如意宝的那个光碟啊，就是在那个就是青海的那个湖里面，就是去那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好像那个上师的身体都是那么重，但是就水里面就基本上是就是到了这个一半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取出来。以前我们也基本上就是看过上师在那个古尔哈兹去过一个佛像，然后上师那个到那个不但的这个巴卓达仓啊，就巴卓达仓呢，就是去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衣柜。但是法王说呢，就是如果去的话呢，就是在那个巴卓达仓，因为莲花生大师成就的那个山洞嘛，在那个山洞里面，如果去的话呢，有这个旧汉，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蒙修法。但是这个就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不丹国家呢，就是如果现在去了，就是有一点这个损失，就是不能去。第二个呢，就是他老人家这个法院呢，就是下意识来这个缺这旧汉那个法本，因此呢，就是他又再次的这个交付于这个护法神啊，就是再一次交付于这个护法神，然后就去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衣柜啊，就是小小的这个衣柜，还有对，就是那个尼泊尔这个山洞里面呢去的那个金刚像啊，就是那个金刚觉的这个觉法的这个佛藏法，然后到不丹的有一次上师如意宝去一个佛藏大师的那个就是叫那个格鲁丘阳还是娘尼玛州吧，就是他们这个就他的那个后代的一个家里面，当时那个佛藏大师就是所取出来的一个金刚觉，就是然后上师看到那个金刚觉之后呢，就是
然后写了一个八大法性的那个仪轨，就是暂时3年当中要保密，就是保密之后呢，就是可以这个弘扬于人间。他过了3年以后，就我也有一次这个问过，就是可不可以现在那个开取，就是还是说这个元气还不成熟。其实，如果这个真的还是要开取的话，那可能就是内容是特别多的，就是当时文字记录的。所以这样的这种精彩的这个故事呢，确实也特别多。这不是神话，就实实在在是这个现在这些佛藏大师们的这些这个作品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对如山一样的，是有的。每个寺院里面的，他这里也讲了，每一个地方呢出现一个这个这种什么说啊，就是佛藏大师，但这也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不能忘他的一种这个纪念碑。我觉得也应该是有些佛藏大师是根本。在世界上来讲是不出名的，像那个色达这边的话呢，色达一个小小的县城里面，就是现在不知道，以前的话呢，好多佛藏大师啊，好多佛藏，而且他们有些这个佛藏大师的书啊，就特别多，就是30几行呢，20多行呢，就是特别多的。然后我们泸河那边的话呢，也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但是这里面也是以前的那个很多佛藏大师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书汉的字，基本上是就1、2个寺院都是可能有一个佛藏大师，就是那样的，但这些都是并不是出名的。他的那种这个佛藏法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个小小的就是地方呢，就是他们就是极个别的这个修行人这个修行的。我原来看过有一个叫做冷卓郎吧，就是他的一个虚部的佛藏法，真的看了以后呢，就是特别的这种啊。后来我问了一下，就是他一点都不出名，就是就基本上就是在世的时候都是很多人都也就不知道是他是什么这个佛藏大师，所以说这样的现象呢也是特别多的。皆是莲花生大师的就是他简言化，水化无有量，无尽大师恩无比，以尽于一圣地，皆是莲师，这个纪念碑就是在一个地方呢，就是也有一个朝山的地方啊。比如说，这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一加持的、圣加持的、功德加持的、事业加持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也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纪念碑。一地界一佛藏，皆是莲师纪念碑。如此每一村落民族士们的法规或相互方便等种方便方法，也是成为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纪念碑啊。就是在各个藏地是这个特别多的。就很多地方真的有些仪轨和有些修法方便修法，这个相互修法，就是这些的是，这是一个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小小的范围当中，就是极少数的人在这个使用。原来我们觉得他这么多的这个佛藏碑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但后来看起来，确实莲花生大师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缘起啊，就是对这个不同的众生呢，就是得利益这样这个埋佛藏的。那么种子跳化不可思，皆是莲师纪念碑。未来与我信说者，谁人与我心起其戒行？我即安着必则欠，每月处时之际者，谁人数持谁念我？彼则与我无合理。就是这里讲的，就谁对这个莲师有这个信心的话呢，那么莲师呢，就是在他面前进行观顶和加持，尤其是每一个月的初十我前面也讲了。那么这个吉祥日的时候呢，谁人这个数持，谁人这个意念呢，那么就是始终是不离开的。因此，我们很多道友以后这个出世的时候呢，尽量的就如果你各方面的这个修行因缘成熟，当然每天祈祷，就是每天就是白天晚上都祈祷，很重要的。如果实在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修行实践的话，那么到哪里去的是这个每一个月的初十呢？就是要像今天是莲花生大师有不共的这个承诺，对众生面前有不共的这个承诺，然后他呢就是要特别的下次。那个所有的这个众生，所以在这个10月初十，就是每一个月的初十的时候呢，要特别这个祈请就是念事就是求加持，就是做会供就做任何一些这个法事的话，那就相续当中就是真的是这个获得这个就是加持就获得心就加持。年时绝不什么？莲花生绝不往于当生欢喜，信属者。我以前女徒教育里面好像用过一个佛藏的，当时用的一个白马郎巴的
奔马郎巴的一个这个教证吧，就是那个教证里面呢，主要说是那个着实的适合啊，就着实的适合呢，就是如果对这个佛藏法是有信心的话呢，说明曾经就是见过年世的，而且呢就是发过愿的，所以这样的这个善愿者呢，应该这个升起欢喜心。我看在座的很多人从标准上看呢，对佛藏法很有这个信心的，很有兴趣的，那说明呢就是。就按照这个巴马郎巴的教言和或者收集的话呢，你们方便的时候倒是看那个这个校正啊，就说是就是我们以前呢就是对这个年世啊，就是确实是介绍过这个善愿的就介绍个善愿，应该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如果我们没有介绍这样的善愿的话呢，可能一讲起来复杂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反感或者说是特别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大家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欢喜心呢？看来你们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大弟子。根据这个校正的话呢，我也像是可能是以前当过藏地王城中地自上弦月之初是日，我必降临历史也年时年华生我不弃他。就是对当时离开那个藏地，就是前往罗刹国的时候呢，就是他对藏地的王臣都已经这个承诺，你们每一个月的初十呢，就开始给我祈祷，我呢一定会是这个将领，就这是发了这个誓的，我年世呢就是绝对不会就是欺骗就是任何这个人以其具祈祷得如六加持，什么绝熟感应是我降临相。我们用七句祈祷文呢，这个祈祷然后祈祷的时候呢，他得的这个像那个河牛一样的，就是不断的这种加持，不断的加持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自己的是感觉就特别舒服或者是很起信心了。这说明呢，就是粮食已经这个降临了。因为我们凡夫人呢，就是业力比较这个深重的，不一定就是肉眼马上这个看得到的。以前的这些圣者们的话呢，经常变修变那个就是念死就你所修的本尊呢，就前面这个现象。但我们有些可能就是业力比较轻的人呢，就是晚上就是做梦的时候或者说是感觉上呢就是念是在给我这个价值，给我不断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就自己有一些感应感觉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说明呢，就是已经这个降临了就这个降临的相是这样的。我是无来去自也障爱亲，儿时面见我实属说话前珍珠落茶经，然北不间断我主信实前。就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他说我本来呢就是本体上是无来无去的，然后业力这个清净的众生面前的话呢，就是我可以这个显现的就是本来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在年世就是前往这个罗刹州，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罗刹国呢，就是在红色通山，就是对他们这个罗刹众生转发论的。但是呢就是悲悯，就是这些可怜的众生的话呢，谁祈祷我就是会在这个他面前就是会这个价值就这一点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通过这次的这个学习呢，真的有这个信心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呢，就是对这个佛藏法也好，就是对莲师的这个教法呢，还是有很大的这种这个信解，就是这样的这个信解呢，对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成就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感召就是特别的有这个殊胜的元气。莲花生大师的那个这种佛藏里面呢，还有那个这个常熟睡的这个佛藏，就是这个跟汉地和蒙古的这个历史也有关系的。以前有一个我们这个大圆满佛教是佛教的这个历史里面的是有一个叫做是叫释迦光就是下过释迦光这个尊者的话呢，他特别厉害，就是不管是降伏也好，还有那个去伏藏就是特别的这个厉害的。然后当时这个蒙古就是蒙古那个湖北里的话呢，
他跟他的这个弟弟啊，就开始这个争那个官位，后来就他听到那个藏传的有一些这个密法这个修法，然后他通过那个密法的一个上师的这个降伏法，降伏法呢就是念这个咒语之后呢，就是已经这个胜过他自己的弟弟，然后他获得了那个就是王位。获得王位以后呢，后来就是听说是那个释迦光呢，就是在藏地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常数税的这个佛藏啊，然后那个忽必烈呢，就是专门就是派一个那个什么金使者啊，就是金子使者，然后就写一个这个金子的那个信呢，就要求呢，就是释迦光准则一定要你去除这个佛藏啊，就常数税的这个佛藏，然后呢就送给我。如果你这次真的是埋怨的话呢，那么我以后对你们前藏后藏的这个密咒师呢，就是给予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方便。后来这个佛藏大师，当然中间可能有比较就是广的这个历史，其实这个历史呢，就是在秦时和登珠佛教时都有。然后当时那个就是释迦光呢，就是他带着这个汉地来的那个这个使者和还有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就是他那个去佛藏呢，就是有两种去法，有一种去法呢，佛藏大师他自己到山洞里面或者自己到什么地方去的，就是这是一种；还有一个是公开的，就是就所有的这个人当中呢，就是公开去的，就是有这种。然后他当天呢，就是这个公开这个去的，到那个山洞里面去。到山洞里面去的话，山洞的这个山岩的这个门口呢，就是有一个风轮，就是这个风轮呢，就是一直是不让他们这个接近。后来那个佛藏师呢，就是念一些咒语啊，就是然后到了那个打开那个山洞的时候，山里面呢就是有很多黑色的这个碳里面有特别就是奇怪的一个大的这个青蛙。就是大的一个这个青蛙，然后这个青蛙呢，就是好像那个青蛙树长着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有风轮不断的就是转呐，就是风轮不断转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没办法那个去，就是后来上师就是念咒语呢，就是让这个它的这个作用这个取消之后呢，就开始打开那个就下面就是去的时候呢，里面有什么那个马图明王这个的像啊，还有金刚海姆的像，金刚萨埵的这个像，还有13个那个13个那个修法这个仪轨的这个执掌，13个执掌。然后在下面呢，就是有那个青玉的这种瓶子里面呢，有这个长寿水，就是应该莲花生当时的唱的时候的是，就是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就取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是非常这个就感到特别的这个惊喜。然后拿出来了之后呢，就本来这个鲜血呢，如果上师喝了呢，上师的可以获到这个100水，就获到100水。但是上师呢，就是只是把一点点呢，就是站在那个舌头上，就是没有没有喝鲜血嘛，就他只是表示一下。然后呢，他就交给那个使者，就那个使者的话呢，说是这个白天晚上的是从那个藏地就是一直赶到这个汉地就是赶到这个汉地，然后交给这个忽必烈。忽必烈呢就是非常高兴，一次呢他已经这个唱数了，就是唱数说是100岁，但是看历史上好像100岁大概可能90多岁还是80多岁，就反正已经这个很高龄了。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忽必烈就那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跟这个前藏后藏的这个所有的人，当时可能是他们需要这个参加军呢，还是什么，就是不用这个参军。还有呢就是给了很多地啊，就给让他们呢就是建那个寺院就是当时这个蒙古这边呢就是提供很多的这个方便，就是这是历史的这个事实。所以有些历史上看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对这个佛藏法，就是对这个佛藏法的话呢，确实是这个不单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接受。当时这个忽必烈呢，就是把那个这个释迦光上师呢，就是给他称呼是一个八谢。八谢看呢，有些历史上面说是他是跟那个国师这个相等的一种这个地位。他虽然不是国师，但是呢，因为他唱数就是给他供养唱数税的话呢，他也得唱数，所以国王特别喜欢唱数。
后来就是给他就是称呼这个与过世相等的，有些时候是过世相等的，有些时候是真是这个过世的这种称呼啊，就是巴西是是一个过世的这个称呼啊，所以我们这个念死这个法，就是其实从这个历史上看的话呢，也这个极少数的有些这个大人物啊，或者是一些世间人的话呢，就是也感受到他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价值呢，但真正的就是他的一些价值啊、威力啊，还有修行的一些作用啊，就这些都是这个修行者尤其是在这个寺院里面呢，大多数的这个修僧祇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人呢，才能真正就是感受到它里面的这个殊胜的这种微妙之法啊。下面就是说，在什么？就是说，如是欲处是精进祈祷我，以为多轮回成心依附我啊。就莲花生大师说，这个出世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就如果精进祈祷他的话呢，那就是堕入轮回啊，或者是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也可以免度就是一心一意的这个依附于念死。诸如此类的这种念死的金刚语，真实不虚亲口承诺的呢，有这个许许多多的就这样，这个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大家不知道，就是以后就是应该是有一种很坚定的这个信心呢。现在特别希望呢，就是各大城市里面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呢，对这个密宗呢，就是不但没有这个排斥，而且自己呢，虽然表面上是修这个显宗的，但实际上呢。修这样的密宗的话呢，那么就是的确就是有这个殊胜的这种价值就是有殊胜的这个价值所以说呢今天就讲到这里。